忘机一直未曾对谁动过情。蓝曦臣继续说道：“他喜欢你，起因是那张结婚照，是不是觉得很离谱？”魏无羡又摇摇头，并不离谱。离婚时终于能和你见面，他再次确定了自己的心意。蓝曦臣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，你竟误认为这是责任感。我只是不太确定。魏无羡摇摇头，抬眼看着画中的蓝忘机，我也不知道蓝湛会因为照片喜欢我。跟因果报应一样，蓝忘机因为照片喜欢他，他喜欢蓝忘机的心情，也只能通过画蓝忘机的肖像画来排解。忘机一向只做不说，言语上不大会表达，但内心是。魏无羡的手机响了，正好是蓝忘机的电话，约他一起去金家的宴会。刚刚得知蓝忘机真实心意的魏无羡勉强控制住激动的语气：“不用，我还有事，我等会自己过去就行。”魏无羡站起身往窗户那边走。“还有什么事？”蓝忘机追问。“只是要去给客户送画而已。”魏无羡回头看了一眼蓝曦臣，掩着手机压低声音说：“就这么想我？昨晚还没干够吗？”“没事，别急，晚上回来陪你继续啊。”蓝忘机直接挂断电话，想象那人害臊的模样，魏无羡痴痴地笑了。“感谢大哥提醒。”魏无羡转身看着蓝曦臣，化作我等会直接送货上门，晚上我也会和蓝湛说清楚的。“好。”蓝曦臣放下杯子站起身，“宴会结束后好好谈谈吧。”魏无羡点点头，心里却在嘀咕：“怕是等不到宴会结束哦，你肯定以为我只是想搞搞情趣，为了艺术灵感吧？因为我给你的印象总是很轻浮，这事我也纠结了很久，但我确定你是我第一个喜欢上的人。”魏无羡的声音清晰有力，目光炯炯，一直坚定地望着蓝忘机：“你也是我第一个上床的人。”第二次听到上床，客人们忍不住低声交谈起来。这就是魏无羡，那个画廊的老板，魏长泽的儿子吗？怎么会跟蓝二少爷在一起？这两人八竿子打不着啊！听我家孩子说，魏无羡之前举办过一场画展，画的全是蓝忘机。我还听过一个传言，两人是有过婚约的。什么？还有这种事？蓝启仁竟然会同意？一旁的当事人蓝启仁听到这种话，顿时气得吹胡子瞪眼。蓝曦臣教养极好，上前礼貌示意，这些人才赶紧噤声，不敢再多说什么，纷纷把目光又投向两位主角。这边魏无羡和蓝忘机根本没在意其他客人的反应。很奇怪，明明当众用这么不知羞耻方式的表白，但蓝忘机并没有想去阻止对方，反而急切地想听魏无羡继续说下去。第一个是吗？蓝忘机早已知道，但听到魏无羡亲口说出，很是开心。他确确实实是魏婴的唯一。之前瞎吹胡扯，是我故意想气你的，只是想看你吃醋的模样很好玩。魏无羡坦率地说，虽然很不想承认，但我真的没跟别人谈过恋爱，也没有沾染圈子的风气，因为别的理由跟人上床。没有灵感，我就直接封笔不画，遇到蓝湛后才又重拾画笔。在场有不少人看过当时的画展，都记忆犹新，感叹着魏无羡对蓝忘机果然是真爱。你可是我唯一的灵感缪斯，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，我想画的就只有蓝湛你一个。魏无羡咧嘴一笑，怎么样？不生气了吧？我不在乎面子，但我也不想跟金孔雀一样被心爱的人拒绝。如此坦诚的告白，再加上一反风流常态，瞬间变得率真可爱的魏无羡，直接击中蓝忘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抱歉，我还怀疑过你的心意。魏无羡尴尬一笑，这是我做过最愚蠢的事情。蓝忘机再也抑制不住情绪，上前拥住魏无羡。不蠢，是自己不会说清楚，不好意思讲明白，不怪魏婴。魏婴没有错。蓝湛，魏无羡紧紧回抱住蓝忘机，声音也在发颤。沉浸在两人感情故事中的众人也都感动得不行，毕竟能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类型的大帅哥抱在一起，这种场面可是罕见的很，吃瓜的同时又能塞一口狗粮，超级满足。蓝启仁铁青着脸看到侄子和前侄媳当众腻歪，招呼正看得起劲，一脸姨母笑的蓝曦臣赶紧离开。给你魏叔叔打电话，尽量安排明天见一面。蓝启仁边走边冷着声音指示。好的，叔父。蓝曦臣语气轻快。曦臣，忘机的事情你知道什么？
蓝启仁察觉到一丝异样。不知道啊，蓝曦臣一脸无辜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蓝启仁无奈摇头，先行离开。魏无羡，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这可是金家的宴会。眼看着风头都被魏无羡抢去，金子轩气得直跺脚。魏无羡从蓝忘机怀里探出头，脸上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。啊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没去追呀？要去追呀？金子轩节奏也乱了。你以为他真的在拒绝你啊？魏无羡嫌弃得很，人家只是当着这么多人不好意思罢了。是吗？金子轩后知后觉，转身就往外跑。车钥匙给少爷送过去。金光善话音刚落，就有人一起追了出去。热闹看到这里基本不会有什么爆炸性后续，客人们很体贴小情侣，各自聊天去了。魏无羡和蓝忘机当然也不想在人多的地方继续待下去，两人并着肩一起离开。魏无羡伸出手指去勾蓝忘机的手心，却被人坚定的一把握住。追人很有经验。蓝忘机故意逗他，是金孔雀太笨了。魏无羡凑在蓝忘机耳边说，不过要是没有经验，怎么追得到蓝二少爷呢？哪里来的经验？蓝忘机不依不挠，当然是追蓝战你得来的经验。边追边学嘛。魏无羡亲昵地去撞蓝忘机的肩膀，大哥都给我说了，蓝战你每次出现在我面前都是精心策划过的吧？你这又是哪来的经验呢？蓝忘机淡然一笑，摇摇头说，不是经验。这么套路还不是经验？魏无羡全然不信，直接拦在蓝忘机面前，佯装生气的模样，看起来就像个炸毛兔崽啊！蓝战你到现在还想瞒我？不是。蓝忘机柔声道，忍不住伸手捏捏魏无羡的脸颊，只是想见你罢了。魏无羡把话亲自送到蓝家，才敢去宴会。虽然不能100%肯定，但蓝忘机接受他的几率还是很大。毕竟现在两人谁也离不开谁，吵归吵，晚上必须还是得睡在一起。所以表白成功，他肯定会和蓝忘机回家大干一场；表白失败，回到家也照样会大干一场。为了不放蓝曦臣的鸽子，魏无羡便先去送话。这场恶战迫在眉睫，哪知道干下来他又得在床上躺个多少天。魏无羡差不多是最后一个抵达金家的客人，宴会已经开始。他一进大厅就开始寻找蓝忘机的身影，可是现场人太多，不仅没找到蓝忘机，反而撞上了江澄和聂怀桑。魏无羡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猜金子轩一定会搞事情，绝对不能让他得逞。江澄警惕地盯着金子轩的身影，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。这是金家，我们还能干嘛呀？魏无羡只顾伸长脖子找蓝忘机，要是能盖过金子轩的风头就好了。聂怀桑摸着下巴思考着，金子轩那么心高气傲的，要是在自己家还能受挫，那肯定很精彩。那就叫江厌离不要理他呀。魏无羡随口说道，我姐肯定不会理他。江澄信誓旦旦，怀桑说的对，不管他干嘛，一定要把风头抢过来。